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问题是信仰与人生。我想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的问题，人生也可能就是一个不断的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么我们对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得好它会关系到我们人生的幸福、人生的意义。那么人生的问题呢，简单的来说，我们大体也可以把它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现实的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属于永恒的困惑。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平时都是多半的会关注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家庭感情工作事业人际关系那当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经常也会抬头看看天空，在我们心灵的天空里边同时也会时不时的会出现这些永恒的困惑。比如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就是当我们这个面对无限的宇宙，我们会时不时的会审视我们当下的生命。我们在审视的过程中，我们同时也会感觉到我们当下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渺小而又脆弱，因此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去关心这些永恒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属于哲学、宗教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宗教的信仰，它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这是自古以来各种宗教都是以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它的重要的内容。宗教信仰的存在，在人类的社会，它是有普遍性的。根据很多国际的这个权威组织的调查，全世界具有信仰的人大概是占70%-80%。当今世界大概没有信仰的人，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的人，大概是占的比例大概是11亿。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应该是有70几亿人口，其中只有11亿人是没有宗教信仰。那可能这个11亿人口里边，大部分可能都在中国。可见呢，这个信仰、宗教信仰，在人类的社会，它是有它的普遍
变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宗教信仰它对人类的生活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密切。比如说对人的这种价值观、世界观、这个生活方式、待人处事方式，我们可以说宗教信仰它是影响到人的方方面面。所以宗教与人生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说到这个信仰啊，其实呢，这个信仰的范围非常广，除了宗教的信仰之外，其实还有各种主义的信仰。那这个宗教有各种宗教，有目前流行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那还有各种民间宗教。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谈信仰与人生，我想最主要还是要立足于佛教的信仰来谈这个信仰和人生的关系。这个问题呢，我最近也做了一些思考，所以今天呢就把这个心得和大家分享。那我想了一下呢，宗教信仰对佛教的信仰跟我们人生的关系大体我们可以从这个主要从几个方面来说明。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信仰可以帮助我们建立道德。这个道德这也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一个社会的运行，道德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每个人都非常重视道德，都能够按道德去生活，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无比的和谐。但是如果这个社会大家不讲究道德，甚至呢没有道德底线，那这个社会就很危险了，这个社会就非常的危险。那我们现在的人对道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呢？我觉得道德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为什么会有很多冲破道德底线的现象？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道德的这个认识不足。这个道德的认识不足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边它似乎会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印象，我们觉得道德是一种社会的行为，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行为。因为我们如果说根据这个儒家的这个宗法制，所以道德就是维护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大众的一种关系的这样一种行为准则。那么道德的存在似乎就变成是一种社会的需要，而不是我个人的需要。我觉得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观念之后，就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如果大家都不遵守道德的时候，我遵守道德，那就意味着我是吃亏的。如果大家都遵守道德，我也遵守道德，那我就只能这么去做。如果大家都不遵守的时候，那我就不想遵守道德。所以这个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看不到道德自身的价值，
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值几个钱？我们会看到财富，这个汽车、房子的价值，但是呢，我们看不到道德的价值。你看，这道德到底值几个钱？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这个也是使得我们当我们面对物质利益的时候，没有利益的时候，我们愿意大谈道德；但是当我们面对实际利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这个道德抛到九霄云外，因为道德它没有现实的这些财富有价值，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会形成这样一个设定。所以我想呢，这是因为人们对道德有了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和观念，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呢会出现很多这些超越道德的事情，这些药品食品作假什么虐婴事件什么老人跌倒了没人扶起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跟我们对道德的认识不足这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就这个牵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建立这个道德？如何让大家能够相信道德？如何能够让大家认识到道德的价值？那我分析了一下，我发现这个道德的建立大概是有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根据一种世间的一种哲学的思想来建立道德。比如说，根据儒家的思想，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大同的社会。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势必每个人都要遵循着一定的道德的行为。比如说，这个儒家要求我们要做一个君子，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因为只有每个人都是好人，都是君子，都是有德的人，那么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包括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的实现，其实我们一样也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那么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理想，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理想的追求，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道德一定能建立得起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理想，那这个道德的建立就有点吃力了，所以这样的一种道德跟我们的理想、高尚的理想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道德的建立的基础，前提是我们相信，我们深信不疑这样的一种理想。所以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一般的宗教，我发现呢，中西方古今中外，中西方各种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那么每一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而这个道德行为准则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具有捆绑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宗教是道德建立的基础。比如说伊斯兰的国家，他们的道德的建立是依托于伊斯兰的这个真主的信仰。那基督教的国家的道德的建立，包括他们的法律的建立，法律的背后的基础也是离不开道德。比如说他们的总统就职，
这些法官、这些官员就职都要手按着圣经，就是他们是要就是立足于他们的宗教的信仰来建立他们的道德。那么我们发现这样的一种道德的建立的有效性，它背后的基础是什么？它背后的基础就是对神的信仰，就是相信这个宇宙中有一个主宰的神，有一个万能的神，这个神他能够决定你的命运，他既能够决定你的当下的命运，也能够决定你的这个生命的归属。如果你相信神，你要遵守道德；如果你遵守道德，你将来就能够升天堂。反过来，你要不相信，你不遵守道德，你死后就会被打入地狱，或者没有办法升天堂。所以呢，他是把这个对道德的信仰，把你当下的命运和生命的归宿建立一种捆绑的关系。那这个道德建立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就是来源于对神的信仰。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个万能的神，这个道德就是无效的。如果你半信半疑，这个道德它的力量也是被打折的，所以这是第二种道德的建立，在当今通过宗教信仰来建立道德。这个在当今世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中，它是具有普遍性，它的道德的建立基本上都离不开宗教信仰。那么第三种呢，我讲的就是佛教。佛教呢，它不认为有一个万能的神，他不认为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个万能的神。佛教的这个道德的建立，它依托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佛教它对人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它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一个是人性论，一个是因果论。人性论就是基于对人自身的认识，我为什么要遵循道德？那么佛教呢，它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所谓对人性的认识，就是说，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有德行的人，成为一个解脱自在的人，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变得更好，让自己会变得更加美好。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变成一个没有烦恼的、更有智慧的、更有慈悲的人？那么佛法呢，它就会告诉你，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造就的？他是由什么样的一些力量组成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它就是由不同的心理造就了我们的心态，然后由这种心态造就了我们的人格，造就了我们的生命品质。那我们的心理，我们的行为，我们有善的心理，有不善的心理。善的心理呢，就是代表着一种道德的心理，代表着一种健康的心理。这个不道德的行为，就是代表着不善的心理，就是不健康的心理，它会让我们的人格堕落。反过来说，如果道德的行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去造就一种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高尚的生命品质。而从我们的行为的产生，到我们的心态的形成，到我们的人格的建立，在这里边遵循着什么？
遵循着一种规律，这不是谁说了算的，也不是佛菩萨说了算的，这个就是我经常讲的，叫做心灵因果。也就是我们的每一个行为，你做这种善行，在你的生命里边就会得到一种良性，你的生命就能够得到一种良性的成长。反过来，你的不善的行为会造成这种生命的一种不良的记录，不良的成长。那么道德的建立呢，事实上我们是基于对自己生命的了解，基于对自己的生命的负责，所以我要追寻道德的行为，而不是说我害怕，因为这种外在的力量，或者说我是在追求一个我现在暂时还看不到的很遥远的一种理想，而是我基于对我当下生命的负责，以及让我未来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生命，这样的一种诉求和需要。所以呢，我要遵守道德，我要遵守道德。所以佛教对道德的建立呢，它就是这个基人性论和因果论。人性论和因果论来建立道德的价值。我想呢，这样的一种道德观，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呢，它应该是更具有一种普适性，它是更容易被大众了解和接受。所以，这个道德的建立，这个基础，了解到这个道德建立的基础，就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从我们个人道德的建立，一方面是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是它的价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对社会的价值，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循着一种道德，遵循一种善的行为，在佛教里面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考，不贪婪，不仇恨。当我们都能够遵守着这样的一种行为准则，那我想我们的社会自然就是和谐的。所以道德的建立呢，是要从个体到整体，首先要立足于，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能够认识到道德对我的个体的价值。我们只有真正的认识到道德对个体的价值，我们才能够自己的去做。当我们在实践道德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道德给我们生命的改变，给我们的生命的提升带来价值之后，我们愿意去实践。当我们愿意去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看到道德它能够带来这种社会的改变。然后这种社会的改变反过来呢，它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过得更加幸福，这个世界更加祥和。所以就是在道德的建立的过程中，我觉得要处理好个体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的关系，处理好这个两种关系，我想呢，这个是道德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